这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人类、魔族两大种族的纠葛，让世界陷入失衡的状态。原本日渐衰弱的国力将会复原，到时才能指挥比现在多上数百倍的魔族军队，使得人类世界有福一日。当天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已经只剩1个月就会截止了，然后连那个作者都不认识，我就先飞了个短讯息跟他打个招呼。我觉得图文中，然后又有人气又有故事的话，我觉得它算一个蛮难得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试看看，我就问他，而且他超兴奋的，他超想改编的，因为他是海贼王的粉丝，他就想要当个小海贼王。他就希望作品是有动画的，真的算是一拍即合吧。就觉得他很有意愿，然后也放手让我们做，因为其实他是一个4本漫画，要变成我刚刚说那个规格，其实他也知道那个落差蛮大，我就跟他说我们会进行比较大幅度的改变。反正色调就是有点像，对，有点像这样，有点旧。对，是。看我会说什么？为了那是脚，他没有眼白，没有。没有。他在懂，他脚要放去等脚。所以我有个问题，眼罩绑到哪里去啊？眼罩绑到哪里去？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真的绑很丑啊。可以不要那个线吗？我觉得没关系，奥丁就没有线，它就进到手把里就没有。就块盖子盖在上面。那个其实就像那个压缩机，反正就是进去就是是后面这个就进去，进去啊，进去了。它手很长。一开始他在前面200篇以前，他的都还蛮强调4个漫画每一个故事的独立性，所以其实这个作品最直觉的改编方式是短篇动画，就是每一篇漫画都把它改编成各自独立的短片，其实这是最直觉的。可是其实他在后面他角色经营出来之后，他开始故事有连续性，所以又好像他可以做长，他可以把故事的格局拉大。所以它比较麻烦的是要怎么把每个独立的小故事串成一个大故事。我一开始的做法是先找到可以改编的故事线，比如说我们为什么第2个角色选哥布林？因为哥布林在漫画里面他就是一个弱小的角色，他很简单，他就是说弱小的角色要变强。但其实这个东西就很王道的设定，所以它很简单，就我们只要把角色有了，角色个性有了，我们就把事件丢进去，让他去在里面动。今天是1年1度的勇者甄选会，好像不错诶。在开始之前，你们有什么问题想发问吗？不错长官，不好意思，我有问题想问诶。魔王真的就像教科书上写的那么邪恶吗？会不会只是我们双方的立场不同而已啊？勇者有稳定的收入和各种福利，除此之外，退休还有一笔丰厚的退休金。
所以你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真的已经砍过了，没有真的觉得最多余的、一定有啊，最多余。我觉得就是绝望。你觉得就是绝望？因为那2场还没有机会，可是第2场。可是其实那也不是剧本会议耶，我觉得那只是我写完之后分享给大家，然后看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去做更改的，不是因为所以起头的还是我嘛，所以就去变成大家是给这个回馈，然后我再去做更改这样子。或许我们太执着在黄色出刊的词里面。对，词。我刚刚也有这样觉得。或许他在讲太执着他说的话，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就因为它这么珍贵，不用这个东西很可惜？你说4、5篇的精华，然后却抛弃它。对啊，我觉得很难过就是改编人家的东西，然后就是我改编没有改编好。我觉得是变成最喜欢那个媒材的人，比如说最喜欢电影的人，喜欢你这部电影就是好的改编。如果你把小说画成漫画，喜欢漫画的人喜欢你这部漫画，它就是好的改编。那个交集处太小了，不可能一定做得到。勇者，勇敢之人，为了自己的信念，也为了同胞的安危，他们举起宝剑，战斗到底。我们在做那个作品，最重要的是那个团队，所以我一直最重视是养成那个团队。念研究所的时候，还蛮多就可以了解其他人做完这部作品，他可能想干嘛之类的，然后还有他有什么样的才华啊，他有什么样的长处啊。那其实那时候有时候都会在想说，有机会要跟他们一起合作一些东西，应该会很棒。所以我就从那时候的同学或学弟去偷偷在心里面列名单，就想说这个以后要纳入我的海贼船上，一定要这个是最万能船将，一定要找到他之类的，就开始在那边想。现在会分成三个人在做故事，一个是导演在做剧本跟分镜，可是分镜他没有自己的画，然后是2个分镜师在画。然后这个是那个狼牙棒这样，好，要回下。要挥下去，然后就接主角有的反应，然后下一个就球了。导演会写有剧本，文字剧本出来。然后我再看着文字剧本去想那个画面，然后一格有点像漫画这样子一格一格的，然后里面主要有这个画面主要会有的场景啊、角色啊、角色动作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吵的一个动画的雏形，主要就是分镜这边在做，还会顺便去抓它的整部片的时间、镜头数什么也都是在分镜这边做调整。那就是一个史莱姆，一个哥布林这样，然后一块这边是石头，这边是史莱姆。哦，懂。这样史莱姆要训练什么啊？训练狒狒。可是史莱姆没训练到。谁管他啊？怎么会这样？他们要说好要一起成长的。对啊。他根本没有用啊。什么？你怎么这样讲？对啊。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导演讲的说，分镜它其实不是让你画图用的，它其实最重要是让你可以跟剧组们沟通用的，所以不要把它想的就是你要画得很好看，就是你要做到就是你要能沟通这件事情。刚好故事也是我编剧的，所以要把这个内容用讲的，不是用画的跟团队说明，然后跟他们让他们知道你要什么，在之中再一直去来回沟通，把那个东西变成一直导向是你要的。
非常好丑，对啊好逊哦，好烂哦，烂死了。还是有边断直接变不见，像剪耳啊，做剪耳啦。你这边挖一个这样洞，它结扎了，它结扎啦。哦，这样才保持它的所以它才最强。就要缺个洞。现在看到那些卡通人物，他为什么会让人家喜欢他？他不会是说我随便涂鸦画一个角色出来，他就是会让你喜欢。他一定会经过怎么去分配他的耳朵大小跟眼睛的位置，然后他头身比例会达到出一个你为什么会喜欢他的这个比例吧？因为他其实已经有一个原作了，那怎么样让他可能原作上的造型，他在动画后可能不是那么适合表演。那我们可能要去修正它，或是说让它的比例更适合在动画呈现的时候是更有趣的这样子。对，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这样。什么了？就是它的翅膀的三字符这一面要怎么画啊？就很难画。不要画啊！其实我觉得你一大块给他也没差。真的哦。对，你一大块给他也没差。其实你只要跟他讲最高厚度这条线，这个点，这对过来是哪一个点？对啊，你们这个做不到的啦。我跟威尔刚好坐在一起，反正就是他可以给我很多建议，然后也学到很多就是之前没有特别去注意到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就是一直吸收，从他身上吸取精华。因为我们是做3D 动画，所以画3、4图以后会请建模师去建模，然后之后才会进到动画、调动画那一块这样。最主要的在动画部分就是阳王创意嘛。这个案子从一开始要去提的时候就决定要组成这样的小团队跟小队合起来的一个一个联合的战队。我们这边主要是负责后置的部分。那后置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包括说模型的处理，然后贴图，就是当模型都处理完了，我们下一步就是会进到骨架的制成。我跟维嘉负责的是角色绑定的部分，有点像是。模型做好，它是一块肉，然后我们只是赋予它骨头，让它可以把肉粘在骨头上面运动这样。我们接收到分镜脚本之后，然后再接收到导演跟动作导演的指示，我们在理解那个剧情之后，把原本只是一只角色模型，然后演出来，演的是符合这个剧情的情感的动作跟表演这样子。因为故事调整好了，所以会先摆镜头，然后摆角色位置，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 pose 这样子，但是就是没有把它连贯起来。他们那个部分在交给我这边，然后把它做，所以就是动作可能原本这样，然后下一个这样，然后就把它做顺的。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如果是打斗的话，我们会比较在意的地方有那个，一个就是武器的轨迹的，这一格它的剑是长这样，然后它的下一格它的剑就已经。完全跑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会希望它的剑的上面的尖端是一个比较顺的轨迹。3D 动画是可以稍微就是不用那么会画，可是就是要能知道那个角色的 pose 是要这样，然后还有那个 timing 时间，然后还有表演之类的东西，对。然后可是因为动画这个东西最繁琐的地方就是在动画这个部分，就是让它动起来的过程，就是一格一格一格的那种东西，对，就真的动起来之后会蛮有成就感的工作。都是你害的！让我把事情调查清楚啊！这样怪我并不公平。有一些那种一边打斗一边运镜，还有龙在天上飞的那一种，镜头跟着龙这样飞，然后在山谷里面那一种，对，那种。就只要有镜头运镜加角色动画的那个难度就会增加，对比定镜的难很多。如果是镜头有运动的话，是2个东西都同时在动，然后他们如果相对速度有点不对或什么的时候，就是它看起来就不顺。背叛了勇者国，让信任你的国王被魔族杀死，这就是你的罪啊，多陪勇者！
因为这个镜头看不出高低嘛，看不出它在地。那这个就是这样啊，这个就这样啊。就是跟刚刚想的一样。对啊，那就只是刻意。所以还是不要。那就这样。很累。开心应该就是把我的表演放到角色上嘛，因为我觉得让它活起来，我就很开心。然后比较痛苦的就是把我的表演放在这个角色上吧，没有不一样的，因为有时候要想那个角色要怎么表演，然后每个都不太一样。我现在慢慢就自己拍，对吧？希望之后每个下周我们就可以稍微拍一下。我会觉得这就让我比较困扰的是，就像这样走，但是我会不知道他对啊，这个行进方这很难画。就是脚他要是你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参考了。听乐。你们两个，我们这样，这样。哎，对，就这样走嘛，这样走啊。因为这脚抬的时候，你那脚比较动，然后动这一只。哎，对对，踩住，很方便的，多方便。他没有谁要去哪？他们的风气就是表演的就是要放开，然后就要去了解角色什么。我刚来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有点不习惯，就是好像大家都坐在电脑前面做，就有点不一样。对，就让动画师能够知道要去融入这个角色，你要去演它，虽然不是真的在镜头上演。现在像亮亮的地方就在地板边，因为我现在踩地缝。我们的流程都会是，报告会画那个 cast script 嘛。就是色彩指定，就是最后画面颜色大概要长怎样，然后我合成的，就我打光的时候就会按照那个去做灯光，然后合成的时候就按照那个去调颜色。就每一个镜头都会这样子。那个初期合成就是，假如模型里面已经有场景，那就摆上那个场景。然后角色是要确定说，哦，照那个 cosplay 打光跟合成以后的感觉是不是我们要的，就会给我们这些合成师，然后我们就主要是把背景再做更多的加亮啊、加暗之类，然后还有加入特效，所以变成说我们3个合成师就是。可能每3个人会有比较不同的色彩的那个感觉，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就变成我们3个要去做就是统整这样。通常会去一个镜头可能抓个1到2格，看那个动态大不大，然后确定以后角色部分就会去送算图，因为背景可能只有1颗山或是一个床之类的，那最后要怎么变成一个完整的场景，就会去加工，就会去画。可能要去画很多东西啊，然后另外也会去看说这一个镜头有没有特效，那个出合成之后去画特效，那最后角色的序列档就是可能几百张图，然后跟画完的背景还有特效就会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最终的合成，我们叫 final count。如果用比喻的话，就是你在做菜，你手上有各式各样的食材，但是锅子就那一个，你要怎么把这些食材就是做成一个完美的料理？我们合成就是在做这种事情，就是把手上的素材，然后变成一个漂亮的画面。就是你可能要依据整个动画的风格，然后设计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皇宫啊，然后
走廊啊，然后或者在有山，然后有森林，然后有村落，就是设计一整套的，然后比较符合整个勇者系列的一个场景。主要是画动画的背景，就是那些山啊、云啊，还有一些人物走过的地方，有时候会画一些小物件，但主要是2D 背景。像每个场景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主角勇者他们跟哥布林走到那个研磨洞都，就是他那边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很多是完全要用画的，像那个研磨堡垒，就是它3D 只有一部分，然后一小部分，然后其他都是要完全这样生出来，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冒险，所以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场景什么的。进组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协助专案的管理，然后跟就是协助就是为求做一些就是专案上的就是工作分配调整这样。有没有可能提前？我们的料，目前看起来是完全卡紧的，因为田园有算，就是它有一个表格是1天1个人2卡，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缓冲时间可以让他们那边可能让他们或让我们都有其他事情，如果耽误了可以往后这件事情。最艰难就是未知的启程，就是因为2年其实时间过很快，然后又加上现在我们想要的品质，然后后面还有5集在等我们，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可怕跟痛苦就会一直悬在那边，直到这个专案结束。那个系列对我来说是算是我累积很多画漫画经验的一个作品。勇者系列现在等于是它每篇就4格，短短的我可能就要起承转合，可是它整个又是一个长篇的故事，就是你必须塑造角色的形象那些很个性。你死刑的目的是想将我们带离国王身前吗？真了解，你死家伙，你根本不配当勇者！因为他们的那个分镜跟那个动态那些都很强，都很顺了，而且他们把这种系列漫画角色，他们有再重新设计成那个动画的造型，就是比较适合做一些动作的，然后我都觉得都是设计的还蛮顺眼，就是也不失原作的味道那样子。帅，那个图可以传给我，可以啊，可以。刚刚的图哦，不知道，算好了，可以吗？就传个1-2张，我只想给老婆看一下。那可以啊，这个一定可以啊。以前会以为动画就是可以靠几个人去完成，但发现他们其实是好几个团队，然后要去配合磨合，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很少会跟他们去讲那种什么肉麻话，或者是跟他们讲什么精神喊话之类的，就是很自然很相处。可是有时候会觉得真的还蛮感谢有这些队友，那也觉得自己运气好，有找到那样的人。没错，国王要挑战你。我不想跟你打，你让我想起太多回忆，这由不得你。接受勇者的挑战，就是你身为魔王的义务。以前又希望说大家是齐头式的，除了这种导演这种工作是明显有一个比较上对下的，其他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几乎就是啊，你想讲话就讲话，你有意见就提出来，我是鼓励这样的风气，可是会变得说没有那种树状的结构，然后这个案子大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那效率也不够好，跑最快的永远是跑最快，跑最慢也是跑最慢，对吧？
可是其实事实上只是两人三脚啊，那就全部办在一起了，所以就必须要有人发号施令，有点这种小组的制度是必要的。那目前报废手上的东西有人可以支援吗？是不是没有人可以支援报废？我就是会的，我可以录好，但我就没有那个时间，就是这样。第一集结束以后，到现在是知道说怎么做出要的样子，可是现在第二集开始变成是要建立正确的流程。我是第一次面对要领导这个角色，所以我以前我自己脑袋知道长怎样，我自己去做就结束了。可是我现在是变，我知道长怎样，我要怎么告诉人家说长怎样这件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啊，那我就自己，因为花太多时间在沟通的话，我就觉得那这沟通成本太大了。那我自己做可能很快就结束，但后来发现说不行了，这随便就200-300个镜头，你不可能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就变成是说，所以像明天就会想说花个时间，然后告诉他们说，第一集下来我有发现哪些东西是可以量化。其实重点是他的脸，所以没有处理的话，我会眼睛会去看这里看哪里，但其实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会注意到他的那个。然后边光就像这样子处理。所以现在是差在哪里？差在怎么做啊？差在怎么做？我有想逃走啊，真的很想逃走。我就一直开一个，就是你凭什么讲到这个样子？就你到底凭什么可以讲这些话？然后又不得不讲这些话。因为我们其实想要比较偏2D 的那种感觉，可是3D 就是有时候偏偏算出来，就是有些地方会很生硬，就是不会有2D 的那种是温暖的感觉，就是手绘的比较自然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跟阿德瑞特就是讨论之后，就是会有这个动作，就是因为它可以让画面变得更好看。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工程蛮浩大的工作。我们有换过我们打光的方式，所以我们之前画的 color script 不能用，所以就我们变成在做第一集前面的东西的时候，就我不知道做到什么样子，所以就会一直问委员要怎么弄。对，不过现在美术师有在补第2集的 color script， 还有第1集一些 color script， 所以之后应该会比较顺。那你那个抓头，你就预留了比他原本给你的时间还多的时间，花了他原本给你的时间还多的时间，是不是？还是保留他原本的时间做这些动作？这个我倒是没注意，但是时间上面，就是我画完时间还是会再回来拉。你要说太长，太长后来又删掉啊。可是正确时间也没有拉出来，你怎么确定它是太长？其实开心的时候都是自己埋头在自己负责的，比如说剪接的时候，比如说画layout的时候，就是你不用管别人的时候比较开心。然后当你的事情跟别人有关的时候，通常就是比较不开心的时候。你必然要让别人的手做你想的东西，那通常做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落差感会让人不开心，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时间，可是有时候时间就是要浪费的，就是你就是要花，你没有那个浪费的时间就没有这个成果，可是就太急了，所以才会有冲突。我那时候怎么画都画不出导演想要的感觉，因为他一直说我画的东西就是交友感太重，没有那种很磅礴要去远征的感觉。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心理上有点受伤，但是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一直办不到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是导演就是说不能每次都妥协啊，你也要妥协什么什么的。一开始是我直接画，然后导演就一种很神秘的表情一直在看，他就不对，然后就脸一直傲嘟嘟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说啊你有什么不爽你讲嘛。他说这也不是说不对，这就是你的风格，可是就跟我想象又不太一样，然后他就处于一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会
讨论事情会卡在中间。团队在这个高压力的情况下，而且刚好那时候又有进度上那种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大家会有一种比较绝望感，也就是明明已经做了1年多，然后怎么现在才做完第1集，而且还有点做不完，然后后面还有5集在那边怎么办的那个很明显的危机感，有这么明确的这个时间点在的这种制作。就是这群人的第一次啊，在那个时候，是比较悲观的。这是第一次去审片吗？对，第1集，所以是第一次。这个答案就是重做。靠，怎么可能呢？不然就最烂是那个合约被取消，不能做，不能做。你们烂爆，不能做。你现在就去领钱。这样。我们领不出那么多还他。出来。因为现场的除了大猫团队之外，年龄层都有点高，所以你要不要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IP？ 不过这个我觉得还蛮老少咸，因为他其实他想讲其实是一些像社会不公或者歧视、种族歧视的问题，就是这些大人比较关心的议题，然后当用这种可爱角色去说。那我们也是保持着这个精神去做改变，没有把它变得比较适合儿童。那可能就是在比较有独立思考年纪的小朋友，比如说国中、高中开始会想东想西的，他其实还蛮适合看这个东西的。然后到，因为他本来的读者很多也都是20几岁、30岁的人，这样。谢谢。那我们来看。勇者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为了和平与正义，我们的目标是杀了灾难的制造者，邪恶的魔族道具魔王。我自己觉得，就是那个打斗那一段做的真的很不错，对，真的水平非常好。会热血。我觉得还蛮喜欢这个剧本结构哈，然后我觉得都没有冷场，就是其实还蛮刺激观众的思考。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也有人说，你看吧，他做的不错啊。那我觉得那种比较好像后面的集数，我觉得不用再在那边拉扯，就是把第1集现在确定 OK 的事情继续做得更好。完全胜利！你们也真够夸张的，明明只是哥布林和史莱姆而已，能做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够激励人心了。我们在世人眼中，大概就是乌合之众吧。还有，稍等一下，麻烦我们再重来一个。那你们要被杀的人都没有声音吗？都没有求饶吗？只有被杀的时候才叫吗？被杀要求饶。麻烦戴耳机的那几位跟他们讲一下，为什么都没有声音呢？声音太少了，要有求饶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这边哥布林的声音要多于。我知道，我现在就要要求他做这个事，好不好？好。你才不会让允凡在那边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嘛？才不让我有点。是不是？那他要一直嘿嘿嘿哈哈哈，你过来啊！他不要去补这个空档。然后可能会有一些murmur，是他这种在远方的人。好。我们一直想突破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会觉得中文配音的动画那么怪。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决定要讲中文，然后也是一群懂中文的人做的角色动画，听着他声音去做出来的，然后让配音的老师们可以在还没有动画就先把声音录出来，然后让我们用这个声音去做动画，是一件可以让这动画很自然的一个关键。哎呀，你们别激动嘛，我只是有事想要拜托你们帮忙。喂，干嘛挑战勇者啊？你们要挑战是你们的事啦，干嘛波及我们啊？3个打1个，算什么打赢啊？都是你们爱出风头了，我们的村庄都毁了。
就算他什么都不用做，他仍然是一个勇者。你为了魔族，成天只能用这种方式赚钱，很多魔族弟兄都快看不下去了。他们杀的只是农夫。也运气很好，找到了一个，他就带着他的子弟兵们，然后去读我们的剧本，跟我们讨论的角色要选谁，用什么声音啊。那现场又有很多次可以调整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录音下来就是一整天，录到天黑，不是天黑，半夜，就是会录很久。可是那个投注的能量就和我说那种，他一下就帮你录掉，那很便宜，完全不一样，对吧？哦，然后他这边有说，我马上跟记者说嘛。对。那因为他是巨星，想说就可能如果把台词改成说，我马上跟媒体爆料。哦，可以啊。诸如此类的。媒体爆料啊。会再低沉的，对。后期的声音去压。回音之类的。应该会，可是原则上都同个。好，所以原则上就是刘德华的状态大概就是在这里，然后这边会用。对。这个录下来就是用效果。刚好他最近要来台湾嘛。嗯。那怎么样？然后呢？没有啊，没事情。没错，面对黑暗需要勇气。起来吧，管你是勇者还是魔族，你就是那个勇敢的你啊！魔王。我是来收这个月魔王塔的房租的。为了监视我的行动，是害怕穿上装备后无敌的我乱来。没穿神装的我弱得跟普通村民没两样，他们完全不在乎。我有种感觉，不管他倒下几次，都会再站起来。勇者有稳定的收入各种福利。除此之外，退休还有一笔丰厚的退休金，所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啊，别过来！那很强好不好？假装一下，太假了，演员不能那么假。我又被关起来，然后现在刚从那个清醒。我才不是勇者！你是谁？快出来！我觉得勇者系列是目前是我心中是一名最难做的。第一个是动作真的非常多，因为动画是无中生有，就是他做一个事情，你就要跟着做一个音效，而且它不是一个写实的材质，所以它的可能性就蛮多种。勇者系列非常的细节，就比如说这个打斗转身这个踢，然后这个挥，就非常多细节。它是动画，就它没有现场的东西可以当素材，就要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一直找东西做，然后敲。这是属于勇者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该属于任何人。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我们都是弱者。公民勇者跟黑勇者决斗那边，我那时候拿到的画面其实还没有非常完整，然后我只看到公民勇者是绿色的色块，那黑勇者是红色跟黑色的色块，但我就看到那个光旁边有发出一些类似闪电麻麻的感觉，那我就想，那我就加电进去好。黑勇者的部分就是红色跟黑色的光球，然后我感觉隐约看到好像那个动态有点像气泡泡泡的感觉，我说那我就试试看加水进去好，然后就试试看水跟电，因为必须做2个大一点的反差，你这样才能听出2个人招式的不同，然后就最后的结果我觉得还不差。
为什么要帮助魔族到这个？因为勇者错了，你们的行为只是在制造对立。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是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做一个8-bit 的游戏的音乐，结果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实现我来玩这种音乐，竟然是一个动画影集。大量的那种小时候我们玩的 Game Boy 的那种晶片音色，所以那种东西它不是真的乐器，叫做 pulse， 它是类似那种晶片的脉冲波，叭叭叭叭叭叭这样的东西，然后用这样子的音乐去解释那个世界，去给那个世界一种很特别的氛围。你要我杀了你？我印象当中有很深刻是在第一集，明明是一个大屠杀的画面，可是导演那时候告诉我，他要用一个很正义的英雄音乐。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英雄来讲，屠杀魔物是英雄的该做的事，他们的正义就是这样。可是对魔族来讲，他们被屠杀，他很可怜。然而，我们要站在魔族的角度来写这个音乐，或者站在英雄的角度来写这个音乐。就是我们在每一场戏，我们都有这样的讨论，我们不断的在玩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影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那从头到尾都在挑战你对一些事情的认知是什么。那我相信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感受到我们的那个意图。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这魔物好像太强了，我们打不赢的了，快走！魔王的爪牙，接受正义的制裁吧！去死吧，魔物！杀！你要做这个吗？还是要做另外一种杀法？骨架不用接了吧？做这个，腿架不用接。台湾的音乐其实是很酷的，对，然后大家对于其实这样子跨界合作的媒材的形式，其实也都很有兴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印象很深，是因为就是我们给他看的那个片段，比如说最后魔王的新生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音乐搭起来是很酷。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然后讨论了很多想法。然后那一天，茄子蛋马上就说他们看完片了，然后会不想开了，他们想要现在就回家写歌。我会听见那片漆黑充满和谐，我会看见没人在为谁而流泪，哪怕余生怀着怨，会背着回不了家的罪，我绝不会停歇，不管是为着谁，我会听见那片漆黑充满和谐，我会看见没人在为谁而流泪，哪怕余生带走热血，放下骄傲，闭上了嘴，我绝不会停歇，不管是为着谁。最有印象的桥段哦，
第4集的那个勇敢之人，因为勇敢就是不是什么都不怕嘛，而是应该是怕的要死，可是还是硬着头皮上的那种感觉。那在故事中他是讲这样的事情，他明明超弱，可他最后还是勇敢起来，硬着头皮上了，那就会觉得他很勇敢。那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件事我们也怕的要死，我们也怕做不好，也觉得超难的，可是我们还是硬着头皮上了。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做到现在看起来最有感的一段，就是我们还蛮勇敢的啦。某些片段真的是觉得很高兴，我们把它做出来。2年内，好了不起，我们好像真的就是这些厉害的人真的搭了一艘就是很精美的船的那种感觉。真的有好几次就是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会想哭。就是有这种忍住的按眼角那种感觉。我就是刚开始在做，就是尤其是我们就是拆分工，有时候要画背景，然后特效都分开画，所以有时候我是看了那个灰色的人，然后在那边画，然后可是看到他完成那一刻，就会觉得说哇，这一幕原来这么帅哦，就是出来那个眼神，就觉得哦，哇，怎么可以这么美啊？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这样执迷在同一个团队，只是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做到这一点。感觉到团队合作，你要找到自己可以就贡献的位置，跟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那个原本的就是很单纯的模型比起来，就真的变成一个就很漂亮的动画。就美术，我觉得美术很厉害。就是我们工作室做了一个，就是真的是很冒险的动画，然后就是该有友情啊、冒险啊、羁绊这种元素都有，我就觉得，就是自己能参与这个系列，我觉得很棒。就是完成了一个里程碑的感觉，真的全力在做这个，可以算史诗级的啊。就直向的话，但是它是有时间线的；横向的话，就是它的世界观很大。你在做的时候已经觉得啊，这没有完成，可是之后就看到后面打光，然后合成，然后加那个2D 特效进去，然后就觉得好看哦，就是那个画面很漂亮，就是大家每个阶段把它做好，然后这样一起看到最后成果就还很开心。我们的东西就是稳定的输出，就是它会是一个 OK， 我们在做好看的东西，就时间花下去，好的东西回来。就觉得做完勇者之后，感觉还可以挑战很多更复杂的或是更不一样的风格。这个完成度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就会觉得我们以后也可以继续做像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口味变大，就是希望可以有第2季，可以继续去把它让它更完整，让它故事接续下去，然后用我们动画自己的角度去创造一个更完整的世界观，这样。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魔王。勇者动画系列的第1季播放完毕了，我要代表全体角色与工作人员们向各位观众说声谢谢，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动画才能顺利播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此要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期待我们能再相见。拜拜！史莱姆。去荣耀的曙光，感受热血的沸腾。这一次点燃烧根，为真理而战。有的真诚，无止境的试炼。面对时代，看见为谁而